全民穿越到伐木修仙世界，开局就一棵树，砍树就能爆食物、装备、功法、建造物资。老六获得天道祝福，每砍10斧必定会产生一次暴击。别人还在饿肚子的时候，老六已经实现了大餐自理，每顿不重样。别人还在提心吊胆，担心野兽袭击的时候，老六已经打造出了优质的装备，杀野兽简直不要太轻松。欢迎来到伐木求生世界，在这里您可以实现长生的梦想，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。但在求生之初，有几条规则您需要牢记：一、每人一棵树，一把斧头，求生者可以使用斧头砍伐树木，获取物资。2、一节斧头可储存10点能量，每次砍伐消耗1点能量，若是能量用完，会在第2天早上7点重置。3、每棵树都有一颗本源核心，它是由求生者的生命之源凝聚而成，如果本源核心遭到损毁，求生者便会死亡。若求生者死亡，本源核心将成为无主之物。4、每个人的生命只有1条。5、若全局人数减少50%，会有一次生存考验。6、这是一个精彩的世界，充满机遇，各位求生者们，请开始挑战吧。求生者黄老六境界5。境界？难道这还是一个能够修炼的世界呀？仙术1等级。本源核心系求生者的生命之源凝聚而成，这岂不是意味着需要击杀别人，掠夺本源核心，才能升级自己的仙术啊？交易栏是空的，说明很有可能大家刚刚穿越到这个世界。兄弟们，别抱怨了，这个世界应该是真的，不是恶作剧。我刚才砍了一下树，直接跳出来一瓶350毫升的矿泉水。那你运气好，我砍了3斧子，结果爆了一堆破木头。妈的，为什么和我想象的不一样？这不是修仙世界吗？为什么爆出来的不是法宝、道具，而是一块破铁？我操，为什么我和你们不一样？爆出来一只老鸭！就在众人好奇的时候，聊天室内突然出现一则系统提示：当前在线人数减1。卧槽，那个人是不是洗了？真的会洗人吗？我好害怕，妈妈。随着刚才那个爆出老鹰的人下线，赤霞峰区的剩下的人全都慌了。原本大家满怀期待，如今得知砍树不但可以爆出物资，还能爆出危险，大家顿时就不敢轻易砍树了。我觉得爆出危险的概率不高，我都砍5次了，并没遇到危险。如果真的爆出狮子老虎，我能应付得了吗？可如果不砍树，就只能在这里等死了。干他！天道祝福唯一天赋简介：有1%的求生者初次砍树可获得天赋奖励，而天道祝福亿万万求生者中仅此一份。效果1：您每一次伐木都带着天道祝福，天道将为您排除一切可以威胁到您生命的元素。效果2：一发入魂，每伐木10次必定会产生1次暴击效果。效果3：您可瞬间完成升级，并且所需物资减半。多少？1万万求生者，也就是说，不单单只有地球人啊！既然没有危险，就继续。看来天道祝福仅仅只是帮我排除了危险部分，却并没有增加我的运气。我昨天晚上没吃饭，现在感觉好饿啊！有没有好心人送我一点食物和水？等我爆出来了，加倍还。本人18，是抖音主播，哪位好心的哥哥送我点食物和水，我可以和他连麦哦。木栅栏普通防御设施。怎么是1000倍数量暴击？是怎么回事？再来试试，还有没有其他种类的暴击？您的能量不足，新斧的能量耗尽后，第2天早上7点可以恢复。丢卡没？这么快就用完了啊？好吧，味道和白开水没区别。喝完水，老六把篱笆放置在悬崖边上。还能干些什么？剩下996人，又死了3个啊！好在我没有这种烦恼。这个时候，大家正在讨论爆率问题，有一些胆子比较大的人也用掉了几点能量。常见的是1级基础物资如伐木、伐砖、伐铁，也有铁锅、扇子等生活用品。水和食物较为稀有，而修仙法宝和功法道具则完全未出现。那个被水咬了胳膊的人已经改了，他是我男朋友。他被骗了，那个人根本不是医生，骗了我男朋友的蛇肉和斧子里剩余的能量就不管了。在这里我提醒大家，千万不要相信赵成顺那个死骗子。赵顺成这个名字我记住了。你刚才说你男朋友斧子里的剩余能量被骗走了，难道能量也可以交易咩？能量可以交易。我男朋友还剩9点能量，被骗走了5点，临死之前把剩下的4点交易给了我。这么说你现在有不少能量？我有14点，一直没敢用。哦，我们的斧头不是只有10个能量槽吗？
交易过来的能量可以储存在储物空间里面。原来如此，谢谢。你要是不敢砍树，可以把能量卖一些给我，我用纯净水和你换。卧槽，还真有不怕死的英雄啊！大佬有多少水，我和你换。能不能给一瓶水给我救救急？我没能量了，用2块繁木和你换成布。钱我多的是，但我只收能量。那我没戏了。大佬想怎么交换？我的水是325毫升一瓶，换2点能量。愿意换的话，直接找我交易就行了。总共350毫升纯净水217瓶，换取能量434点，是否同意？是。听到祝福的原因，所需材料减了一半，连本来需要5个废铁，现在只有2个就可以升级了，牛掰！升级还缺少1块繁铁。卧槽，10万！升级。此次升级需要5分钟，请您耐心等待。检测到您正在升级物品，触发天道祝福，一蹴而就，升级已完成。看起来外观没有变化，不知道它的属性有什么变化。仙斧2级伐木斧，能量槽+1，获得白色物品概率1%。升级所需条件：能量乘30，繁铁乘20，繁木50。斧子等级越高，爆出好东西的几率越大。还缺少9块繁木才能升级。居然是品质暴击！小木屋建造图纸，效果1，具备一定的安全性。如果遇到空中的猛禽，躲进小木屋内基本上是安全的，它们不可能袭击房屋。效果2，小木屋可以保暖和防晒。效果3，可以大大的提高舒适度。天黑之前一定要住进小木屋。随着老六不断挥动斧头，他身边的物资也越来越多。很快又到了第10次砍伐。升级，竟然有200多条交易请求。2点能量换1瓶水，同意。4点能量换2瓶水，同意。1块繁木换1瓶水。兄弟，我快渴死了，咱们都是龙国人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卧槽，居然还有男的道德绑架，拉黑。1条原味丝袜换10瓶水。我是头部主播李岩，刚脱下来的丝袜，这次就便宜你了。丢卡妹，1条臭丝袜换我10瓶水，还他妈便宜我了，拉黑。老六懒得理会那些人，不过那些正常交易的，他全部接受了，一下子又获得了208点能量。与此同时，聊天室也格外的热闹。丫的，才9点半就这么热了，等到正中午还得了。谁能给我1瓶水，我跪下来叫他爸爸。我看那个老六完成了不少交易，他至少已经给出去了200-300瓶水。狗币有那么多水，也不知道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。就是大家都快死了，你还舍不得那点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懂不懂？不少被老六拒绝交易并且拉黑的人，在聊天室内诋毁他。人心果然都是险恶的，你帮他是理所当然，不帮他就是自私自利。仙斧3级伐木斧，能量槽13，获取物品概率白色92.5%，绿色7%，解锁蓝色物品，蓝色0.5%。解锁蓝色物品，之前明明爆了不少蓝色物品呢，难道品质暴击还可以超越某些限制？全民穿越到伐木修仙世界，开局就1棵树，砍树就能爆食物、装备、功法、建造物资。老六获得天道祝福，每砍10必定会产生1次暴击。别人还在饿肚子的时候，老六已经实现了大餐4次，每顿不重样。别人还在提心吊胆，担心野兽14次，老六已经打造出了优质的装备，杀野兽简直不要太轻松。木床制作图纸。这东西可是解暑神器。
建造小木屋的材料终于全部集齐。是否建造小木屋？是。对了，我还有木床图纸。忙完后又休息了一会，才继续砍树。随机大餐礼盒，使用可随机获得一份大餐。12点半了呀，我说怎么这么饿？老六用一些繁木堆在一起，形成一张桌子，又用2块繁铁和1块繁木搭了一根板凳。恭喜您获得烧烤大餐1份。我靠，这也太丰盛了吧！检测到啤酒瓶可分解。分解。玻璃1级稀有物资，集齐10个玻璃碎片可以合成玻璃。这么说，矿泉水瓶子应该也能分解吧？有趣。好热啊！这鬼地方一点风都没有。有没有好心的哥哥送我一瓶水？妹妹快要渴死了。这么多也吃不完，上架看能不能换点图纸。这个黄老六都开始收图纸了，各位谁有图纸的，先借我用用，等我护黄老六换到物资了，分一半给你。尼玛，为什么你长得那么丑，却想得这么美？图纸这东西太难出了。老六哥哥，我这里有一张服装制作图纸，可以和你换点东西吗？我可以先看一下你的图纸吗？我已经挂在交易上面了，你可以查看它的信息。普通服装制作图纸必须材料布匹，可加入材料棉花、繁木、繁铁等。说明布匹可制作普通服装，若加入其他材料，可制作出具有不同功能的服装。普通服装制作图纸是否录入？是。终于啃爆2级材料了吗？现在就只缺金木，3级仙斧就可以升级哦。上午连续砍10次，就得休息歇一会儿。现在连着砍15次才会觉得累。很快又触发了天道祝福。对了，普通服装制作加入繁铁会怎么样？普通铁甲5品，防御加2，敏捷减1，特性5。我操，居然是这玩意！老六，我有一张不错的图纸，你有没有兴趣收？什么图纸？你自己看吧。精铁枪锻造图纸需要材料精铁乘20，可加入材料精木、金布、皮革。铁枪还是精品呢？确实还不错，就是这锻造材料有点难搞哦。是啊，我问了一圈都没有人有精铁。我用5瓶水加3份食物和你换怎么样？我不缺水和食物，我想换一点能够自保的东西。你看这东西行吗？可以。精铁枪锻造图纸是否录入？是。开启锻造。精铁枪下品凡器，力量加2，敏捷加2，特性锋利、坚韧、破甲，可轻松破开1品级防具。下品凡器，有品级的装备果然不一样。铁甲再做一个。老六穿上普通铁甲，拿着精铁枪，瞬间感觉神将附体一般，而且拿上精铁枪之后，他感觉身上的铁甲也没有之前那么重了。这就是力量加2、敏捷加2的效果吗？好神奇！老六对着空气捅了几枪，打算花点时间熟悉一下这身装备。虽然来来回回就那么几，硬生生的把铁枪完成了刺刀的效果。对付普通野兽应该没啥问题了。强效金疮药，中品凡药，效果可快速止血，促进伤口愈合，并具有一定的解毒功能。这是个好东西，关键时候能保命。东西收好之后，老六接着又砍了20次，但都没有爆出他想要的东西，全都是一些1级基础材料。累死了，力气似乎变大了。难道砍树真的能增加力气？我还剩300多点能量，爆出1块金木应该不难吧？正好试验一下，砍树是不是真的能锻炼身体？姨妈巾制作图纸是否录入？是。我操，这么多！各位女同胞，大家下午好啊！我爆出了一种东西，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？老六大大，你怎么知道我需要这东西？
今天早上好朋友突然就来了，一点防备措施都没有，裤子全都弄脏了。我也是，都不敢穿裤子了。妹子，你们先别着急，让哥哥看一下你们现在是什么情况，哥哥帮你想办法解决。啥？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们居然不穿裤子，道德在哪？底线在哪？尊严在哪？照片在哪？老六哥哥，你看这东西能换几片？冰木2级基础材料，可用于锻造、建造、升级等。居然寄金木！你好，问你有多少金木？有2块。1块金木换10片姨妈巾。我可以用1块金木换10片姨妈巾，另1块金木再和你换一点食物和水吗？没问题。老六上架的90片姨妈巾瞬间被抢，90片太少了，抢不到啊！刚才没抢到的小姐姐不用担心，我这里有35片，只需要1瓶水或者2块面包就可以换1片，先到先得哦。尼玛，畜生啊！你一个人居然抢了35片！随便你们骂，骂完了还不是要来求老子？大家要是没有水或者食物，用普通资源交换也行，10单位普通资源交换1片姨妈巾，但仅限前20片，后面15片要加价50%，大家抓紧时机哦。别人才卖1块，你居然要10块，也太黑心了吧！一些物资匮乏的女孩们纷纷指责赵磊黑心。就是啊，你也是找老六买的，差不多加点就行了，别太过分。大家别理他，说不定老六还有呢。众人纷纷艾特老六，然而此刻老六正在制作姨妈巾，并没有看到他们的消息。赵磊看到老六并没有说话，更加得意了。他觉得老六只有90片，刚才已经卖完了。现在他是唯一一个拥有姨妈巾的人，女孩们想要舒服就只能找他购买。混蛋王八蛋，800年没见过这么恶心的人。各位，我刚才又制作了50份，但没有原材料了，所以这是最后的50份，大家一定要抢到啊！太好了！哈哈哈哈！这傻叉，哥这把自己当护花使者呢，一会儿有你哭的。天赋，交易锁定。卧槽，怎么涨价了？1片姨妈巾换5份基础材料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现在急切需求姨妈巾的女人至少还有几十位，自己5块钱买进来，再10块钱卖出去，转手就能赚1倍，不亏。交易信息刚刚还在审核呢，他是怎么完成交易的？难道他也获得了天赋吗？老六那傻叉，居然还学我加价，老子故意留下2片不拍，让其他人也看看你的嘴脸，到时候别人就不会只骂我一个人了。怎么交易取消了？不好意思，刚才价格打错了，我一会重新上架，大家再耐心等一会。各位，刚才他挂的价格是1片姨妈巾换5份材料，总共50份，不过已经被我买走了48份。你们口口声声称赞的好心人，还不是和我一样趁火打劫？我估计他撤销交易，想继续加价。他刚才都说是打错价格了，一会儿肯定会恢复原价。就算老六哥哥涨价，那也比你好得多。就算他恢复原价又怎么样？他只有2片了，你们到头来还是要从我这里买。你这个奸商！姨妈巾我已经挂在交易区了，大家可以自取，价格还是和之前一样，这次数量很多，大家不用担心。哇，居然有1000片，太好了！姐妹们，你们知道那个变态囤那么多姨妈巾干嘛吗？不知道啊，也许是留着吃吧。黄老六上架了1000份姨妈巾，不到2个钟就只剩下200多份了。黄老六，你 TM 是人吗？骗大家说你只剩下最后的50份了，结果老子刚花高价买走，你就拿出1000份耍老子呢？兄弟误会了，我刚才的确是打错价格了，而且当时确实只有50份。糊弄鬼呢！刚才只有50份，你一下子就凭空变出了1000份，这还得感谢你呀！感谢我？你什么意思？因为你交换的物资中有10份棉花，那是制作姨妈巾的必须材料之一。我正好缺棉花呢，没想到你就送了我这么多，哈哈哈，笑不活了。想不到吧？小丑就是你自己，还想坑我们，真是活该啊！黄老六，你给我等着，老子一定要干死你！砍了几十副，终于爆出来了。恭喜您累计完成100次砍伐，开启属性面板，奖励自由属性加2。开启属性面板，那是什么？恭喜您成为全区第一个完成100次砍伐的求生者，奖励自由属性加5，上品凡技1。力贴华山上品凡间武技，效果对命中目标造成500%力量伤害，眩晕加3.5%，学习要求力量20。学习未满足学习条件无法学习。
人物黄老六，血量150艾，力量13.23，敏捷10.8，防御1.44，精神14.1，自由属性7。7点自由属性全部加到力量上。这么神奇的吗？后空翻都可以随便打了。学习。老六闭着眼睛，慢慢的领悟一区化身的使用方法以及威力。力皮化干，卧槽，真帅！就是消耗的力气有些大，感觉自己最多用个10来次。各位，谁手里还有能量？高价收购。高价有多高？哎，早知道我就不砍最后那2下了，就抱了2块繁木，晚上睡觉当枕头都嫌硌脑袋，用来霍黄老六换瓶水，不香吗？嘻嘻，还好我留了一点。老六哥哥，我已经发起交易了，您看着给。我不奢求太多，给我1串烤串就行。卧槽，你那叫不奢求太多，我想着能有西瓜皮就不错了。1点能量换半片面包，同意。2点能量换1瓶水，外加1点吃的，行。1点能量换10个烤串，1瓶啤酒。兄弟，我是城东区的老大，手下几百号兄弟，想和你交个朋友。卧槽，这是在威胁我吗？都特么什么世界了，还在摆老大的架子？拒绝。大家估计都没什么能量了，一波下来，老六只收获了21点能量，比上午那阵差远了。算了，快天黑了，先吃点东西，明天再收。难道力量增强，饭量也会跟着增加吗？现在很凉快，老六一边欣赏晚霞，一边吃大餐，应该也别有一番风味。对了，升到4级仙府材料已经齐全。仙府4级，能量槽20。特性1，回能，使用过程中有0.1%到1的几率回复1到2点能量。特性2，双击，可单次砍伐消耗2点能量，获得2件物品。一下子增加了7个能量槽，而且还多了2种特性。升级需要精金1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精金2级稀有材料，可用于升级、锻造等。好吧，看来短时间内是没法给斧子升级了。趁着天还没黑。伐木2次，力量加0.02，敏捷加0.01。卧槽，伐木还能增加属性吗？难怪每次砍完，我都感觉自己的力气变大了一些。原来伐木还有这种好处啊！我这是人品大爆发了吗？精致服装制作图纸可制作更加精美舒适的服装以及下品繁洁防具。检测到您已学习同类低级制作图纸是否吞噬？是。推手完成，精致服装制作图纸经验加50%，达到100%可升级。这材料也太难搞了吧！小水池建造图纸，建造一个小水池，所需材料板砖乘50，水1万升。说明小水池的泉眼只需激活1次，便可源源不断的往外冒水，后期升级无需消耗水资源。卧槽，1万升水！1级领地扩建图纸可扩大领地1米的直径，需要消耗繁砖的数量为当前直径11。我的领地当前直径大概为10米，消耗110块繁砖就可以扩建了吧？扩建。领地扩建开始，检测到您有篱笆，是否保持边缘位置？是。对了，我还没给自己的领地起名字呢，以后我的山头就叫昆仑。接着砍树，老六一口气砍了20多次，消耗了近50点能量都没有觉得多累。不过运气就一般般，除了一些水食物和1级基础物资，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。此时晚霞已经消失，天空也渐渐暗了下来。头顶突然出现了一群飞行生物。妈耶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快跑！妈呀！怎么突然来了一群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我头顶盘旋，感觉他们随时都要冲下来吃我的样子。我这边是一大群蝙蝠，一直围着我飞，好吓人！我好像被一只大雕盯上了，哪位好心的哥哥来救救我？小妹以身相许。大家很快便发现，聊天室的人数在不断的减少，很显然有一些人遭到袭击，已经领了盒饭。当然，也有一些热心肠的人教大家怎么应对。大家别怕，斧头也具有一定的攻击力，可以用来防身，可以躲在树下面。有伐木、伐铁、伐砖这些的，可以全部拿出来挡在自己的前面。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杀掉猛禽可以获得能量碎片和灵气，还有他们的肉
卧槽，牛逼啊大佬！我特么害怕的要死，你居然已经把他们杀了！灵气是啥东西？难道这里真的是修仙世界？我也不知道啊。目前获得了12点灵气，但不知道怎么用。这一大群蝙蝠看来并没有离开的意思。当老六他集中精神力落在那群蝙蝠的身上，一个信息矿弹了起来。吸血蝙蝠，普通飞行兽，无境界，血量12，力量0.6，敏捷33，防御0.1，精神0.6。我竟然能看到他们的信息，只有12点血吗？看起来很弱啊。动物都怕火，先做个火堆。终于走了，就只剩下833人了。妈呀，刚才太险了！可不是嘛，差点就嘎了。话说灵气到底是啥？干嘛用的？不知道啊，我研究了半小时了，愣是没弄懂。有没有大神能给大家科普一下的？老六知不知道灵气是干嘛用的？灵气用于增长身体的灵力，提高修为。亦可用于升级物品、刻画灵阵、制作灵器等。介绍很详细啊，难道他们都看不到吗？还是说只有开启了属性面板的人才能看得到这些介绍？当前营地储量247，可提升修为。提升。恭喜您开启修仙之路，获得下品凡阶功法清心诀，下品凡阶武技。清心诀下品凡阶功法，修炼条件精神力大50，功能可自行获得灵气。说明该功法可升级、融合、替换，请放心学习。学习。人物黄老六，境界断体境一重。血量211，灵力100，力量23.45，敏捷14.12，防御3.64，精神17.6。清心诀1级，功能每小时自动获得2灵气，特殊受天道祝福加持，您的灵气获取速度翻倍。1个小时2点灵气，一天48点，天道祝福加持翻倍就是96点。有了这个功法，前期基本上不用去天子偏颇打怪也能升级。下品凡阶武技3选1，一尾步将3秒内提高100%敏捷，神龙摆尾对后方造成225%力量的范围伤害，树立心眼减少75%的敏捷，提升100%的防御。乱是一定要狗，打不过就跑，就技能1了。能量碎片10个碎片可凝聚1点能量，能量可用于增加砍伐次数及升级仙符。全部兑换。各位灵气的作用我已经搞明白了，收集到100点灵气便可以升级。升级？大佬能展开说说吗？不太明白啊。听起来有点像打游戏。差不多吧。100点灵气可以提升到断体境一重。我们的身体和这个世界都已经被数据化了，大家可以理解为一场真实的游戏。数据化的游戏，卧槽，要不要这么刺激？老六大佬，你现在能飞吗？靠，早知道拼了老命也要把那只老鹰干掉了，感觉错意啊！忽然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期待。老六大大，你居然获得了100点灵气，太强了吧！妹妹可不可以加你一个好友，咱们深入交流一下？这里既然是修仙世界，要不老六大佬你建一个门派吧，我第一个加入。组建门派就算了，我不是那块料。时间不早，我先休息了。大家要是有图纸、1级稀有材料或者2级材料这些东西，可以找我换取你们需要的物资。虽然天已经黑了，但时间还早，才6点多。再砍一会树。全民穿越到伐木修仙世界，开局就一棵树，砍树就能爆食物、装备、功法、建造物资。老六获得天道祝福，每砍树必定会产生一次宝鸡。别人还在饿肚子的时候，老六已经实现了大唐每顿不重样。别人还在提心吊胆，担心野兽袭击，老六已经打造出了优质的装备。杀野兽简直不要太轻松。这一次，黄老六一口气砍了50斧，消耗了足足100点能量。
一苇渡江。我的天啊，好高！不对，之前都不敢看下去，现在竟然不恐高了。是艺高人胆大，还是晚上视野不好？灵兽果用于培养灵兽，可增加灵兽好感度。灵兽目前好像用不上，先收起来。继续。接下来黄老六一口气把剩下的226点能量全部用掉。1级基础建设物资，除了繁铁、繁瓦的数量已经突破5000，最少的繁砖也重新回到了2200。其次就是帆布、棉花，炸了老六感觉影响视野就拆掉了。再就是金木、金铁、金砖、琉璃，获得了10级、20不等。2级稀有材料金1块，1份普通服装制作图纸和1份金铁枪锻造图纸。升级5级仙斧需要80点能量，可惜没能量了。是否吞噬普通服装制作图纸？是。吞噬普通服装制作图纸，精致服装制作图纸经验加50%，当前达到100%。恭喜您解锁中品凡间防具。是否融合金铁枪锻造图纸，晋升为优质铁枪锻造图纸？是。制作。优质铁甲，中品凡器，防御加10，力量加2，敏捷减2。优质铁枪，中品凡器，力量加5，敏捷加5。穿上这2件装备，老六的力量达到了32点，这让他有种浑身充满力量的感觉，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。不早了，睡觉去。这一觉醒来，老六打开操作面，清心诀还在自行运转。这功法太好啦，睡个觉都能升级。要提升这段体境3重，需要300点灵气，还行。大肉包5点能量1个，油条3点能量1根，煎饺1点能量1个，小笼包3点能量2个，2点能量1个。朋友们，大家早啊！师傅，我直接挂交易了。大家有需要的直接去拍。你这个老六，一个大肉包要5点能量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这也太黑心了吧！确实有些黑，相当于要了我们5次机会。5点能量而已，贵个毛线！昨天老子用了10点能量，就爆出了一堆破木头，害得老子又渴又饿，一天下来差点要了半条命。爆率太低了，我宁愿用5点能量换个保障，剩下的5点能量去赌运气。别说了，跟您抢别的吧，你们讨论的大肉包早就没了。卧槽！你们这群两脚兽，给我留点！一顿早餐下来，老六直接赚了276点能量。开工！卧槽，红色运气！空间戒指2级，功能1，精神加暗。功能2，可随身携带，储藏物品，具有10立方米的储藏空间。升级需要材料：凌空10，空间符箓5，下品灵石50。我靠，又是3种没见过的东西，而且是听名字就很难搞到的那种。你好，老六，我是李思佳，不知道你听过我的名字没？李思佳，抱歉，没印象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昨天一天咱们区干了100多人，你应该知道吧？知道。这个世界的危险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，大家只有抱团取暖才能活下去。所以我集结了100多人，组建了个联盟，想邀请你加入。目前由我担任盟主，聚力集团的千金吴可欣是副盟主。我们俩的号召力你完全不用担心，以后整个952区的人都将成为我们联盟的成员。我们观察过你的表现很不错，所以我打算让你来我们联盟担任骨干。没兴趣。我放下身段亲自邀请你，那是看得起你，没想到你这么不识好歹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加入我们联盟，咱们就是同伴，以后相互关照。如果你一意孤行，那就是我们联盟的敌人。这个世界早就不再是原来的世界了，每天都有人会死。要是轮到你的头上，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。丢卡咩？利诱不成，改为逼。这人妥妥的傻逼吧？拉黑。你以为你是断体一中就了不起了？实话告诉你，我也是断体一中，而且马上晋升2中。发送失败，您已被对方拉入了黑名单。给脸不要脸，不要让我碰到你。嘉哥和老六谈的怎么样了？他拒绝了。嘉哥，别和这种目光短浅的人一般见识。刚才我又拉了一批人，咱们嘉可联盟现在已经有52人了。
等咱们联盟发展起来，他肯定会后悔的。可惜了这只大肥羊。别生气，宝贝，他就是一个运气好的乡巴佬而已。但你可是天选之子。我感觉我们不会一直被困在这个地方，以后要是遇到老六，给我嘎了他！我不允许任何人阻碍我们联盟的发展。放心吧，宝贝，嘎了他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可惜你帮我多弄点能量，老六收了那么多能量，发展肯定不慢，咱们可不能被他甩在身后。只要多爆几个野兽出来，我就能升级断体二重了。交给我吧。吴可欣立刻找到联盟的成员，告诉他们盟主李思佳可以轻松击杀野兽，爆出的物资可以和他们分享。很快，李思佳就筹到了300点能量。黄老六，你给本少等着！大师，滚开！我不选。兄弟姐妹们，运气不错，干掉了一头灰狼，马上就能断体二重啦！盟主未满，盟主好帅呀，居然连狼都能杀掉。盟主比那什么老六强多了，咱们跟着盟主准没错，一定能活下去。黄老六，你给我等着！大师，滚开！我不选。黄老六，你给我等着！大师，升级。仙斧5级，能量槽20艾。特性1，回能，使用过程中有0.1到1的几率回复1到2点能量。特性2，双击，可一次消耗2点能量，进行2次砍伐。获取物品概率：白色86.5%，绿色12%，蓝色1.5%。紫色运气并没有出现，难道要升到6级吗？老六的力量增强了不少，砍树的速度变快，剩下的200多点能量很快就用完。除了基础物资，还获得1级领地扩建4张，2级领地扩建1张，青灵道袍制作图纸1张，晶晶3个，领地扩建全部用掉，直径达到了48米，直接耗光了老六的繁砖储备，剩下的都是一些食物和水，这些食物老六都用不上，于是全部上架交易，一共也才换到了68点能量。是否录入青灵道袍？是。制作。精灵道袍品阶下品凡阶，效果敏捷加1，精神加2，防御加2，特性1.5%的闪避效果。还行。食物怎么卖不动了？每天10点能量太少了，几分钟就用完了。可不是嘛，接下来又要无聊一整天。要是还有其他方法获取能量就好了，10点完全不够用啊。有人出售铁剑，5点能量就可以兑换。卧槽，大佬居然有武器了！不过你卖的也太贵了，能不能便宜一点？大佬，我能先折一把武器吗？明天一早就给你能量。现在大家对武器的渴求超过了食物，那我就制作装备售卖。材料我多的是，都制作100套。定价2点能量1件，200件装备上架。大家快看看交易所，不但有铁甲，还有铁枪。2点能量就能买到1杆铁枪，老六大大简直不要太帅，爱死你了！老六兄弟，你这么做也太不厚道了吧！明明是我先发现的这个商机，你抢了我的生意，难道一点表示都没有？你要什么表示？要不是我的主意，你根本赚不到这么多能量和材料，所以分我1半不过分吧？什么？多少？这是我凭本事赚的，凭什么要分1半给你？有本事你把我的生意抢走啊！小子，你是想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知不知道老子是谁？实话告诉你，老子是加可联盟的骨干，得罪老子就是和整个加可联盟为敌。我们盟主李思佳可是断体2重境界的强者，你自己掂量掂量，有没有本事和我们作对？还真是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呐！拉黑，识趣的就赶紧把你赚到的东西发1半过来，然后再给老子跪下来唱征服，否则有你好果子吃。已经被对方拉黑。黄老六，你他妈给我等着！盟主、副盟主，那个黄老六太可恶了，抢了我的生意也就算了，居然还侮辱我和我们联盟。他说盟主你给他提鞋的资格都不够，还对副盟主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。狗杂种，少爷我不宰了你就不姓李。各位盟友，我们不想惹事，但也不能怕事，否则以后还怎么抬头做人？黄老六今天能抢我们盟的生意，明天就有可能杀我们盟的成员。他这是铁了心要和我们作对，以后要是有机会遇到那个黄老六，大家千万不要心慈手软。嘎了黄老六就是为联盟做贡献，
可以直接提升为护法，瞬间让不少人心动。正当这时，眼前突然弹出了一个提示口。恭喜各位求生者成功的坚持了一天。为了尽快帮助大家提升实力，接下来将开启野外探险功能。野外探险，登前野外等级为1级，击杀守护 BOSS 即可提升野外等级。完成击杀 BOSS 的求生者将会获得一份特殊奖励。每个求生者必须参加，每天上午10点开启，每轮探险为2个小时，2个小时内无法离开，2小时后可自己选择去留。强制野外探险，系统这是要搞事情啊！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，黄老六，这一次你死定了！兄弟们，进入野外后，首先保证自己的安全，再去搜索物资和猎杀野兽。另外，咱们可以留下一些记号，方便咱们的人汇合。盟主这个办法好，大家在一起行动更加安全。野外探险开始。你们说咱们的探险区域有多大啊？怎么一个人都没看到？我都走了一圈了，连个毛都没有，哪来的野兽？谁说没有野兽？看看这是什么？卧槽，你运气也太好了吧！居然干翻了一头这么大的野猪，而且凭我多年的经验可以判断，这是一头母猪。兄弟，你多年的啥经验，一眼就能分辨出母猪？能不能展开讲讲？不是，你们就不好奇它怎么这么容易就干死了一头野猪？咱们被传送过来，还不到1分钟吧？是啊，兄弟，野猪很好杀嘛。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经验？一头野猪给了多少灵气？爆出能量碎片和其他的东西了吗？我刚传送过来，就碰到了这头野猪，得亏了老六大佬的铁枪非常锋利，一枪就刺穿了野猪的身体，把它干掉了。这头野猪给了我55点灵气，除了灵气，还获得了15个能量碎片呢。而且野猪尸体也能分解，我看看能获得啥。获得了100斤野猪肉，还有1颗野猪獠牙和金皮革。这下子几个月都不愁食物了。老六大佬在吗？真的很感谢你的铁枪，要不是你的铁枪，我肯定打不过这头野猪。我给你交易了50斤肉，你收一下。这人也太单纯了吧，都分享了出来。真的交易肉过来呀、我食物多的是，不想欠这个人钱。感谢你的好意，我不缺食物，你自己留着吧。给你就拿着，婆婆妈妈的像个女人。要是没有你的铁枪，别说杀野猪了，我能不能活下来都很难说。这些肉有你1半的功劳。我怎么就婆婆妈妈了？这家伙还真是奇葩，送东西都送得这么理直气壮。那行，我就收下了。另外提醒你一下，不要轻易在别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实力和物资。我知道，财不露白嘛。好，对了，那头野猪有多少滴血？你真的一枪就干掉了？什么多少血？没有看到啊！他是突然扑过来的，吓了我一跳。我紧张的眼睛都闭上了，拿着你给的枪就刺了过去。嘿，半杆枪直接刺进了野猪的身体里，野猪都没挣扎，直接就死掉了。好，知道了。对了，这套普通铁甲你拿着。老六大佬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那些肉是我送给你的，怎么能要你的东西呢？现在大家都缺装备呢，我有铁枪就够了，铁甲你自己留着用吧。我还有，这是多的，送给你用。多余的？那好，那我就不和你客气了。老六大佬还真是一个好人。前摇这个没有境界的都能杀死野猪，我这个断体2重境界的人，在野外探险应该没问题。